1883年光绪9年，爆发清法战争。1883年11月，满清军机处通令沿海各省增修5倍。台湾的布防工作由台湾道刘骜主持。经众人讨论之后，决定找当时还在构筑台北城的白其祥工程团队，构筑淡水河出海口水下封锁线。白其祥的第二儿子白金水很沮丧地向乡亲宣布，我们可能将被一场战争波及。1884年3月19日，光绪10年2月22日，孙开华巡视阵地后，察觉敌军若从南方河面攻击，炮台将难以抵御，乃希望封锁线往河口前移，封锁线往出海口前移。沿线的河床地盘因细沙堆积和坡度，当涨潮或退潮时的潮流波浪冲撞及细沙的流动变化，河床无法让流质体固定在想要的位置。白其祥工程团队动员各社深谙水性的山包，收集所有相关资料，河床水深、地盘结构、水流方向等，综合所有资料及分析，找出如何能够紧密抓实地盘的方法，并且涨潮及退潮时的水流要能进出，同时整体结构耐久，并能阻止船舰冲撞。第一步决定先解决河床地盘会滑动不稳的问题。首先，必先收集大量的竹子，将一根根竹子以竹条编织成大型竹排网，并确保竹排网的结构牢固性与韧性。竹排网的面积根据封锁线的需求进行裁制，每片竹排网之间留出一定的重叠区域，增强整体稳定性。大量收集石块，不止大小金面山有石矿，内湖小山丘地形上面分散一群大石头，石头大小有如小汽车的体积。这种石头的山丘在福建省是普遍存在。重点，这些小山丘地旁大都有河沟。战争一旦爆发，那么多工程人员的后勤补给是一大考验。白其祥的船队忙碌地在运补物资是日常的一环，食物、各种器具的供应都不能短少。大量的石块采集后，体积较大的石块先敲裂裁小，集中待运。收工后，想到可能会被战争波及，众人的心情黯然失色。10几20年前，大陆各地兵乱，很多家庭无端成为灾民，灾民的处境太艰难了，家园被毁，挨饿、挨冻，露宿荒野，幸运没死，却流落异乡。幸亏白其祥家族接济，安顿我们在木栅，按时提供所需，让我们得以自立。战争让我们细思极恐，我们不想过灾民艰难的处境，我们不想现在家园被毁，我们不想挨饿、挨冻、露宿荒野，我们不想妻离子散，我们更不想悲痛重来。构筑一条约900公尺的封锁线，需要大量的石块。采石师傅不停地忙碌，不敢稍有停顿。运石车一车一车的运石，运送石块到河沟旁的集中点。很快一天的日子又过去了，回到公寮又有热腾腾饭菜等着，这种感觉是逃难时无法想象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前，为截弯曲直的基隆河在
内湖区域一直不是很安定，支流、河沟都往低处的基隆河流窜，而且支流、河沟旁都分散一群大石头，石头大小有如汽车的体积。早在之前建构台北城时，所应用的石块就是来自这里。在当时，这里有很多小河沟支流，是相互串联形成天然水系。若是雨量大时，有些地区就会积水，形成自然小湖泊。白旗翔工程团队就是利用这些水系，开凿了很多小河沟，接连基隆河。这些小河沟就是运送石头的大工程。在剑潭到大龙洞这段河沟的开凿，当时是由原住民山胞负责开凿。原住民山胞在河沟内开凿，当地人远远看去，河沟内都是原住民山胞，就这样顺口称番阿高。番阿高这地名现在还在。白旗翔多次利用各种管道，让朝廷大官们听到台湾原住民山胞的亲和及友善，并做了很多贡献。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听到了，但李鸿章、刘铭传就没听到，还是装没听到，或是不在乎。石头的运送由基隆河经番仔沟至淡水河，再沿淡水河至淡水，在淡水河是由较大的船拖行。日子很快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每收工回到公寮的时刻，马上有热腾腾饭菜等着，那种温馨幸福的感觉是无以伦比的。白旗翔还按时地发放心想，在这乱世的时代，谁能不在意这种日子？我们一定要捍卫这种得来不易的日子。石块上了竹排，就让竹排顺着水流自己滑行，在一些特别会卡住竹排的地点，安排人员用带有铁钩的长竹竿拉着竹排到能顺住水流自己滑行的位置，也就是借着水流利用接力让竹排自己滑行，达到运送石块。竹排到了淡水河，用绳子将竹排串联绑住，再用大一点的船拖往目的地。宽达将近900公尺的河床，要用到大量的竹排网，将一根根竹子以精细的方式编织成必要尺寸的大型竹排网。编织竹排网的师傅们马不停蹄的工作，一片又一片竹排网的编织，就是希望尽快完成需求量。还有要插入沙盘的竹竿也不能少，编织好的竹排网先集中在一处。白旗翔的运补船队忙碌地在运补物资、食物、各种必需品的供应都不能短少，所有人员的任何需求都要供应到位。这项工程需要大量在水面下作业的人员，各族各社熟谙水性的精英都加入，还有客家族等都加入。尤其各族社的山胞都有他们各自就有习惯，物资的提供都要尊重他们的需求，大伙河中共济，要完成使命。各族各社的山胞也在河边隐秘处搭架公寮，他们都是水下作业高手，封锁线的坚固耐久都要靠他们，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1887年，刘铭传美其名为开山抚番，实则是对原住民的血腥屠杀与武装殖民。其中最为残暴的，首推1887年讨伐卑南吕家望社之役，动用号称亚洲第1大的北洋海军，由丁汝昌率致远、靖远2艘巡洋舰前来助阵，在海陆连番炮击下，几至夷平吕家望社。类似惨无人道的武力征讨，或是欺诈诱杀，在刘铭传身上不断发生。
石头被拖拉到施工现场附近等待。竹排网制作完成后，这些竹排网被运输至河床预定位置，由潜水员在水下进行精确的铺设。竹排网一片又一片从水面投入，潜水员在水面下一片又一片将竹排网铺设，在水面下将竹排网一片又一片拉合。工程人员要不断上浮换气，这是很重要的事。竹排网刚投入水中，要及时拉到定位。如果两片竹排网相缠，在水中处理是非常费劲。在水较深有坡度的地方，用方石块挡住，方石块上缠竹条，可增加抓住沙盘力。铺设好的竹排网先用石头压住，坡度较大的沙盘用竹竿穿过竹排，深插入沙盘固定。工程人员不断上浮换气后又下沉憋气，这是很艰辛的体力活。竹排网在广大的沙盘一片又一片固定，反反复复地做，这种水面下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但所有工程弟兄都没有叫苦，忙碌辛劳中的段落，一定要给予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及热量。一片又一片竹排网铺设到位后固定，开始挖取附近的沙土，并将其均匀地覆盖于竹排网之上。通过石头竹排网堆叠压实竹竿，再穿插入沙盘，整个底层竹排网逐渐被埋入河床内部，形成一层又一层稳定的基础结构。这一过程不仅增加了河床的承载能力，也有效固化了松软的沙盘，使其具备支撑后续重量体的能力。接着用大量的石块重压在上面，石块、竹排网、竹竿紧密交叠扎住河床沙盘，让沙盘难以随潮流移动。沙盘固定后，再用竹竿交叠扎住河床沙盘，固定垂直竹排网墙。另一组工程人员忙于调配火药，制作沉船用的炸药，将这些炸药装进石盒子，石盒子置于船舱底，用火绳线点火引爆炸药，引爆的延迟时间取决火绳线的长短。工程进入下一阶段，利用船只装载大量石块，船舱底安置炸药，进行沉船作业。这些沉船被分批次拉到规划的位置，点燃火绳线，引爆炸药沉船。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作业。水面下的工程是非常耗体能的，工程段落一定要给予工程人员补充大量的热量及休息。根据史料的记载，刘铭传是1884年7月16日抵达台湾，4天后7月20，刘铭传就住进台北城，也就是说是8月5日，法国军队进攻基隆前的短短20多天才抵台。在战争前3天，8月2日，刘铭传才到护尾看炮台。刘铭传称，其和刘骜查看护尾炮台时，才首次见到瘦弱不堪的李同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铭传真的能以短时间的部署，就能抵抗法军入侵吗？1883年底，台湾到刘骜就已开始增修武备。如果刘骜没有决策构筑封锁线，法舰直接开进淡水河，对大稻埕、艋舺各轰10发炮弹，那会怎样？1884年9月3日，法舰鲁汀号 Luton 至淡水侦察，发现淡水河口有水下石头墙阻挡，军舰无法进入，所以10月2日才会对护尾猛烈炮击1000多发炮弹。如果法舰已进入淡水河并占领台北城，还保留1000多发炮弹，那时的法军是会有多威啊！
这个功劳是谁的？是决策正确的台湾道刘骜，但刘铭传却以台湾道亏空，沿河其不法，刘骜因而被论斩。而刘铭传在台期间，庞大的财政赤字，怎么会没事？费行俭先生有写，铭传赴任后，而其私家之富，在皖北仅亚于李鸿章，取与之道便可知矣。刘骜在刘铭传位被任命为督办台湾军务时，得湘系多人之协助，部署不错。而铭传到台后，北部以防御为主，批评刘骜以当时清军的实力，能阻却法舰于洋面，绝对是正确决策。反观刘铭传遇敌必遁，基隆之役是不是如此？根据史料的记载，孙开华对于刘铭传的和诛首魔保李同恩十分不满，称刘铭传此事不独将护卫战功一笔抹杀，且欲将轻弃基隆之罪，应作防护之人，彼以军务恐急，护防各营饷许枪械皆须取给予一。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台湾道刘骜知彼知己。1883年底，刘骜决策定案，构筑封锁线，提督孙开华参谋战略，知府陈兴聚运筹及监造，由台北组成工程团队建造。刘铭传在复陈台北情形，请旨查办李同恩议案，以明是非者。说1884年8月5日，李同恩向他禀请买船填石塞口，但这时才买船填石塞口，是不是太晚了？刘铭传在他自己的奏折又说，若非李同恩先期塞口，法船混入一支，台北已不堪问。有智慧的人会作何感想？谢谢收看。历史很难有真相，只残存一点痕迹。